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千山暮雪》故事解说。童雪的人生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改写。这场车祸夺走了他父母的性命，无依无靠的他，最终被自己的舅舅收养。舅舅一直悉心照料他的生活，让他得以安稳长大，是他灰暗童年里唯一的依靠。可这份安稳的生活终究没能持续太久，变故骤然降临。有人拿着确凿的证据，一一细数着童雪舅舅犯下的种种罪责，直言舅舅的所作所为已经足够判处死刑，还会被没收全部个人财产。叠加所有零碎的过错，罪责早已远超处死的标准。走投无路的童雪只能卑微地向对方哀求，他急切地询问对方到底要怎样做才肯放过自己的舅舅。面对童雪的恳求，对方态度冷漠，反问童雪难道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？见童雪依旧没有醒悟，便冷冷告知他，倘若始终想不通，就可以直接离开。为了保住舅舅的性命，童雪最终选择妥协。他再次苦苦哀求对方放过舅舅，坦言自从父母车祸离世后，是舅舅一手将自己拉扯长大，舅舅是他仅剩的亲人，他不能失去对方。为了换取舅舅的一线生机，童雪被迫沦为莫少谦的地下情人。这一段见不得光的关系，他整整维系了3年。3年里，他一直默默隐忍，满心期盼着莫少谦能够早日放手，让他重获自由。直到某天，平静的相处日常被一则重磅消息彻底打破。外界传来消息，莫氏集团的总裁莫少谦即将与穆氏千金穆永飞举行婚礼。这一对众人眼中的金童玉女终于修成正果，还定下了在爱琴海举办世纪婚礼的计划。得知消息的童雪心灰意冷，他主动找到莫少谦，平静地向对方提出，两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就此结束。可莫少谦却带着戏谑又冰冷的态度，让童雪看向自己即将迎娶的新娘，直言自己马上就要结婚，根本不可能轻易放过她。莫少谦提醒童雪，她是自己花费高价买回来的私有物，自己尚且没有玩腻，绝不会松手。3年的隐忍和煎熬彻底压垮了童雪，他满心绝望地质问莫少谦，3年的时间早已足够漫长，为何对方始终不肯厌弃自己？明明即将步入婚姻，却还要死死纠缠不肯放手。他坚定地表示自己一定要彻底离开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少卿也满心期待地规划着自己的婚事。他对着旁人诉说，自己和爱人相伴7年，早就到了该结婚的地步。他已经主动告知媒体，下个月会和爱人在爱琴海举办婚礼，满心憧憬着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童雪身处压抑的关系中，时刻被莫少谦掌控着生活。莫少谦对他有着极强的占有欲。某天相处时，莫少谦察觉到周遭出现了陌生女人的声音，当即面露不悦，言语间满是戾气，暗自吐槽旁人狗仗人势，还扬言要找机会将多余的人彻底锁起来。不仅如此，莫少谦还给童雪定下了严苛的规矩，告知他自己出国的这段时间，每天晚上9点之前必须准时到家，绝不允许有半点逾矩。即便即将大婚，莫少谦依旧没有放松对童雪的掌控。他特意为童雪准备了一枚钻石戒指，带着强势的语气让童雪打开查看，询问他是否喜欢自己挑选的钻石。童雪对此毫无兴趣，直言自己对钻石没有任何感觉。可莫少谦却偏执地表示，他不在乎钻石本身，只想看着这枚戒指戴在童雪的手上。随后莫少谦告诉童雪，自己特意找人打造了一枚一模一样的戒指，低头询问他是否好看。彼时的童雪尚且在校读书，他无奈地表示自己还是学生，佩戴如此贵重的戒指并不合适。可莫少谦的想法却截然不同，他告诉童雪，这枚戒指于他而言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饰品，而是束缚他的镣铐，会时时刻刻提醒他，他从始至终都属于自己，是独属于他的私有物。莫少谦偏执霸道的掌控让童雪彻底心生恨意，他在心底默默咒骂对方是禽兽，是恶魔，心底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拼尽全力逃离这个男人，彻底摆脱这段窒息的关系。为了顺利脱身，童雪悄悄谋划起了脱身的计划。他主动向学校导师申请，希望能够留在申城继续进修学业。他暗自盘算，只要在莫少谦归来之前敲定留在申城进修的事宜，往后两人相隔两地，久而久之，自己一定能摆脱他的掌控。就在童雪稳步推进自己的计划时，一则意外消息打乱了他的所有部署。学校即将开展或深大合作的设计大赛，而这场大赛的赞助商恰好就是莫少谦。童雪瞬间心生不安，他怀疑莫少谦突然回国，大概率是察觉到了自己想要逃离的计划，专门回来阻拦自己。大赛相关的聚餐活动如期举行，席间有人察觉到童雪状态冰凉，以为她是身体发冷，主动提出要给她拿衣服。童雪连忙礼貌推辞，随后借口前往洗手间暂时离场。聚餐结束前，
有人叮嘱在场的所有人，吃完饭返程途中注意安全，还有人当众许诺，等毕业后就会迎娶童雪。童雪迟迟未归，在场的众人纷纷寻找他，接连出声呼唤童雪的名字，询问他去了何处，告知所有人都在等他。而独自独处的童雪远远看到了许久未见的初恋林思贤，发现时隔3年，林思贤已经和别的人相伴在一起。眼前的画面让童雪彻底清醒，他开始反问自己，究竟还要自欺欺人到何时？童雪的异常举动被莫少谦尽收眼底，他一眼看穿了童雪的心思，带着嘲讽的语气询问他，见到了初恋情人，为何不敢上前打招呼，特意跑到深城，就只是远远看着对方。话音落下，莫少谦的态度骤然变冷，强硬的命令童雪抬头看着自己。童雪慌忙解释，自己来到深城纯粹是为了学业，偶遇林思贤只是巧合，并非刻意为之。可莫少谦根本不信他的说辞，强硬的想要让童雪抽血，以此宣泄自己的怒火。慌乱之中，童雪听到门外传来动静，莫少谦当即质问门外是谁。在确认门外是童雪的熟人后，他步步紧逼，看着浑身发抖的童雪，嘲讽地质问他如此紧张，究竟是害怕自己开门，还是害怕外面的人进来？极致的恐惧包裹着童雪，他放下所有尊严，苦苦哀求莫少谦不要在这个时候为难自己，希望他可以就此放过自己。可莫少谦态度强硬，丝毫没有松动。他冰冷地告知童雪，他是自己的私有物，却妄想和别的男人谈情说爱，这般不忠的行为就是极度的不敬业，而自己此刻的所作所为就是对他不敬业的惩罚。莫少谦还给童雪抛出了两难的选择，倘若他不想继续当下的关系，就直接开门迎接外面的人。这番逼迫彻底击溃了童雪的心理防线，他只能被迫顺从，身体不受自己控制，满心都是无助与绝望。莫少谦看着方才还极力抗拒、坚守底线的童雪，此刻被迫妥协的模样，满心嘲讽，直言他刚刚还装作坚贞不屈的样子，刻意抗拒自己的靠近，如今却如此卑微。他继续嘲讽童雪，刻意躲避，就是不想让初恋看到这一幕。可即便对方看不到，他身上的过往和不堪也早已无法抹去。对方知晓后只会更加嫌弃他。他直言童雪太过愚蠢，这么多年来始终被人肆意拿捏，肆意戏耍。这时门外的工作人员出声询问屋内是否有事，莫少谦淡淡回应无事，打发走了工作人员。待旁人离开后，莫少谦语气愈发冰冷，吐槽童雪用完旁人就直接丢弃，心性凉薄，更是直言童雪根本没有真心，他所有的心意都留在了初恋萧生身上，可惜萧生早已将他舍弃。也是在这一刻，莫少谦身边的人向他道出了一段尘封的过往，揭开了两人爱恨纠葛的根源。下属告知莫少谦，当年出卖莫氏集团，泄露公司商业机密，间接导致莫少谦父亲离世的始作俑者，已经在2年前过世，而童雪正是这名罪人的女儿。真相揭晓的瞬间，莫少谦满心悲凉，他忍不住质问命运，为何偏偏是童雪，让他和仇人的女儿纠缠3年，深陷爱恨泥潭。当年的家族恩怨硬生生横亘在两人之间，成为永远无法消解的隔阂。哪怕朝夕相处，童雪心中惦念的人也从来不是他，只剩下无尽的仇恨与纠葛。另一边，有人想要拍摄穆正飞的相关画面，却因为穆正飞身边保镖众多，根本无法靠近，始终拍不到他的正脸，只能打探到穆正飞曾在港大就读的相关信息。正飞得知消息后，主动联系自己的姐姐，询问姐姐是否有港大读书的同学，想要拜托对方帮忙寻找照片中的这名女子。与此同时，童雪和友人碰面，友人将之前借用的衣服洗尽归还，连连向童雪道谢。童雪却满心失落，感慨自己留在深城进修，摆脱束缚的计划彻底落空。友人见状十分疑惑，调侃询问她是不是男朋友舍不得她离开，才打乱了她的计划，还关切地询问童雪是不是对方对她不好。面对友人的关心，童雪只能故作平静地诉说。莫少谦在生活上对自己面面俱到，衣食住行都安排妥当，有司机和保姆专门照料他的起居，闲暇时会带他春日赏樱，冬日泡温泉，每次出差归来也会精心为他准备礼物。只是对方的性格太过霸道专制，让人倍感压抑。有人听完后直言莫少谦是真心深爱童雪，可童雪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。他迷茫地表示自己感受不到爱意，反而时时刻刻觉得莫少谦心中充满了恨意。可他始终想不通对方恨自己的缘由。面对莫少谦，他毫无反抗之力，只能被动等待，等待对方厌倦自己，腻了这段关系，等待对方彻底失去兴趣，最终放过自己，彻底忘记自己。
之后，童雪因为一件小事和爱人发生争执，她满心委屈地质问对方，自己仅仅是和林子贤一起出版报，对方却大动肝火，如今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。心灰意冷的童雪直接提出分手，而对方也在气头上果断应允了分手的提议。萧山主动登门拜访，见到童雪的长辈后，礼貌问好，询问童雪的下落。长辈告知萧山，童雪外出打工了。萧山闻言，温柔嘱托长辈，等童雪回来后，务必让他给自己回一通电话。挂断嘱托后，萧山独自感慨，自己只是一时冲动说了分手。时隔3年，不知道童雪是否还在为当年的事情生气。校园里，众人忽然发现，深大的校草木正飞竟然来到了港大，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。与此同时，一场意外骤然发生，有人在相处过程中不慎受伤，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与手术治疗，伤者的手术十分成功，眼部并无致命损伤，只需留院观察2天，确认没有感染情况即可出院，但后续的视力恢复情况尚且无法确定。医生特意叮嘱伤者，平日要多补充维生素，助力眼部恢复。伤者看着自己双眼都被纱布蒙住，十分疑惑，明明只是一只眼睛受伤，为何需要遮盖双眼？医生耐心解释，遮盖双眼是为了避免未受伤的眼睛，因为眼部神经反射带动受伤眼球活动，从而造成2次伤害。伤者连忙向医生道谢，医生同时提醒，此次受伤大概率会留下后遗症，需要有人全程负责照料。误伤他人的学生满心愧疚，真诚地向伤者道歉，表示自己会全权承担所有医药费、营养费以及后续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。相处之间，伤者听到对方的声音，一度误以为对方是少谦，回过神后才发现只是声音相似，对方其实是盛大校草木正飞，瞬间褪去了心中的波澜。商界之中，一场权力与利益的博弈正在上演，有人向少谦施压，直言倘若少谦迟迟不肯成婚，自己将会撤回对穆氏集团的所有投资。这笔投资体量巨大，一旦撤出，当下没有任何企业或个人能够接手，穆氏的资金链会彻底断裂，最终会重蹈7年前破产的覆辙。施压者还当众提及过往，坦言7年前若非自己的穆氏集团注资帮扶，少谦的企业早已彻底破产。对方言语极尽嘲讽，直言少谦就是自己养的一条狗，必须事事听从自己的安排，甚至强硬命令少谦必须听从自己的指令行事。对方还揭开了2人合作的真相，点名是少谦主动找上门，提出用假结婚的方式换取自己父亲的注资，以此挽救岌岌可危的企业。他嘲讽少谦，若是少谦的父亲看到他如今卑微妥协的模样，必然会为穆家颜面尽失而震怒。最后他告诫少谦，既然早已选择牺牲自己换取利益，就该彻底妥协，不要一边享受着旁人的帮扶与好处，一边又故作清高，立住人设。长期的压抑与妥协让少谦彻底心生悔意，他带着满心的遗憾与卑微，坦言自己后悔了，苦苦哀求对方给自己一次真心去爱的机会。就在2人对峙拉扯之际，下属匆匆赶来汇报，告知少谦同学眼部受伤，已经入院接受手术。得知消息的少谦瞬间收敛了所有情绪，淡淡回应知晓情况。这场博弈他再次占据上风，他又一次赢了所有局面，却唯独困住了自己和童雪。少谦立刻动身赶往医院，紧紧跟随着童雪的踪迹，不肯离开。面对旁人的询问，他只是沉默守候，看着状态虚弱的童雪，满心复杂。病房外有人四处找寻病房，不慎走错房间，及时道歉后立刻离开。童雪身处病房，身心俱疲，满心无奈，只想让所有人都离开自己的身边。莫少谦也悄然出现在医院，他看着虚弱的童雪，轻声询问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。童雪如实告知，自己不小心被同学的手机砸中眼睛，做完手术需要留院休养一段时间。莫少谦得知后，当即表示要安排管家专门过来照料他的起居。郑飞也现身医院，偶遇自己的姐姐，连忙询问姐姐为何会在此处。姐姐告知郑飞，自己已经找到了他当初让寻找的那名女子。郑飞留意到姐姐身上的衣服十分精致，随口询问衣服的购买渠道，想要买来送给姐姐。姐姐解释这件衣服是父亲出国带回的生日礼物，属于 S 家定制款，全球仅此一件，没有同款。郑飞瞬间恍然大悟，直言照片中的那名女子就在这家医院。看着眼前状态不佳的姐姐，忍不住吐槽她眼睛受伤，连脑子也变得迟钝了。另一边，误伤同学的学生满心愧疚，向旁人解释自己方才只是去了一趟厕所，归来后就发生了意外，自己的手机不慎砸到了同学的眼睛，导致对方伤势较重。有人得知情况后，连忙询问对方伤者的态度，得知伤者通情达理，
没有无理取闹后，才放下心来，主动提出陪同对方前去探望伤者。来到病房门口，童雪深知自己和莫少谦的关系见不得光，根本不能被旁人知晓，于是小心翼翼地请求莫少谦先去房间等候自己，不要在此处露面。他的再三推辞惹怒了莫少谦，他语气冰冷地威胁童雪，若是继续啰嗦，自己便直接推门进入。童雪慌乱不已，只能在心底默默呐喊自己的名字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他无比清楚，自己和莫少谦的关系并不光彩，一旦被旁人撞见，只会引来无尽的非议与麻烦。没过多久，童雪的姐姐来到病房探望，直言听闻童雪被同学误伤眼睛，特意赶来看看。童雪连忙客气推辞，告知对方无需如此麻烦。一旁的同学见状十分疑惑，询问来人的身份。童雪慌忙解释是自己的姐姐，局面愈发尴尬，童雪彻底慌乱，咬牙让姐姐立刻离开病房。姐姐见状十分不解，吐槽自己只是不小心碰到了垃圾桶，并无大碍。走投无路的童雪只能放下所有尊严，对着莫少谦苦苦哀求，让他先行离开，并且承诺往后自己会事事听从他的安排，再也不会违背他的意愿。童雪深陷这段扭曲的关系之中，身为莫少谦的地下情人，她时刻活在压抑与煎熬里。她清楚地知道，自己的存在于莫少谦的未婚妻而言是莫大的羞辱。旁人皆以为她攀附权贵，不择手段，所有的过错与骂名都由她一人承担。她默默忍受着所有委屈，自我欺骗般坚信莫少谦的心底一定有自己。他的所有偏执与纠缠，或许都是爱意的体现，可一次次的伤害与掌控，终究只剩一场华丽的谎言，让他深陷迷途，无尽彷徨，困在爱恨交织的冰冷高墙之中，无法脱身。